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罗叔叔的数字生活指南频道。前5期呢，罗叔都给大家介绍了这个 SAP BTP 的免费使用方法，可惜到最后就被人说成了误用啊，在 SAP 的 Community 里面变成了误用啊，大家就不能用了。那没有关系啊，罗叔这期带大家来尝试一下小红帽的实验室。因为有很多朋友说这么好的环境太可惜了，他要学习 K8S， 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学吧。好，大家打开网页啊，打开这个网址，点击注册一个账户。罗叔在这里一步一步的教大家注册这个账户，去学习如何使用 K8S。好，输入你的用户名，这里随便选，因为同学们这个学习的热情还是很高涨的啊，这么爱学习，那就介绍一个学习环境给大家吧。好，名和姓这里填好。邮箱，罗叔建议大家用这个临时邮箱啊，保护大家的个人隐私嘛。岗位职能这边，那就选个学生吧，对吧？大家都要学习嘛。国家那就随便选一个美国。好，继续向下看啊，勾选，点击创建我的账户。好，有一个激活链接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啊，不要着急，我们给它点击开，罗叔在这里就粘贴进来了啊，一样的效果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激活之后呢，右上角点击那个圆圈圈，好，就会出现你的邮箱了，对吧？好，看到最上面的 Sandbox 啊 ，Developer Sandbox 沙盒，我们点击 Get Start 啊，我们这是利用它的沙盒来进行试验。大家那么喜欢学习 K8S， 那就从这个小红帽的 K8S 开始吧。SAP 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啊，暂且就搁置一下，之后我们慢慢再来研究。好 ，Phone Number 这边就填一下啊，罗叔这边填的是美国的电话号码，随意啊，随意，格式正确就可以。好 ，Company Name， 那随便填一个公司吧。这个都是随意。好，国家选美国。Address line， 那就随便找一个 address 吧，对吧？谷歌地图哪里地址还不好找嘛，对吧？找到以后粘贴进来。Postcode， 那邮编，对吧？相应的邮编。好，城市，那肯定要跟邮编相吻合嘛，对吧？州啊，国家呀，那这个有给你选，你就选上。好，这个注册是很傻瓜式的啊。好，点 Submit， 提交。这是第2步啊，填表要填2次。激活后再填1次，激活链接点击后再填1次啊，就是其实是2步。好，我们又看到了一些更多的信息啊 ，We need a little more information。下面同意就好了。到这里，这个 Red Hat Developer Sandbox 就出来了啊，这个沙盒。我们点最右边的 OpenShift Virtualization。这个是可以用30天的，30天一续，比开码要好一点啊。开码是14天一续，这个是30天一续。大家反正是且用且珍惜啊。我说这里只是打个样啊，因为大家都很聪明，所以很多功能自己可以随后自己去研究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右边啊，虚拟化。
点击虚拟机，点击上面的项目就出现 Anchor 横线 dev， 对吧？好，我们看创建 virtual machine， 对吧？创建一个虚拟机，从模板开始，这是最傻瓜方式啊。罗叔先来一个贪心鬼的试验方式啊。好，我们随便选一个 CentOS Stream 9， 对吧？9。好，它不有个硬盘大小吗？默认30，对吧？那其实是可以改的。罗叔这边是用贪心鬼选法啊，选100G。内存呢和 CPU 呢其实都可以选的。罗叔这边内存选16G，这是一个前车之鉴啊。虽然可以选 CPU 选2核，但是大家注意，好，保存，快速创建。好，大家看啊，16G 内存，2个 CPU， 100G 硬盘，对吧？那其实这个结果是一直就是等待状态啊。当然了，不死心的也可以一直看下去。好，点击一下快速创建，它的状态一直就是在创建中啊，就是这个状态了。大家记住啊，这个虚机的结尾是-66啊，以66为结尾的，那就一直在创建，因为你所选择的资源太多了，好吧？这个一直到第2天，它还是会出现这个状态的。所以呢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使用它模板的默认方式，或者稍微加一点。好，我们再创建一个新的啊，创建一个新的虚机。好，还是点击 CentOS Stream 9。好，30G 不变，1CPU 2G 内存不变。好，快速创建虚机，好吧？到这里其实应该是挺快的啊。我们看这个78结尾的，66结尾，你看永远不会出来这个虚机的。我们现在看78结尾的默认的模板。好，现在出现 stopped 停止，那上面你看66还没出来啊，太大，不是太大，是它是不给你使用了，就比较占用资源了，占用太多资源。好，我们回到默认模板的78结尾的啊，点击开始。好，大家看啊，等一下，最上面78旁边状态这里出现 running 啊，在跑了，我们就可以用了。稍安勿躁啊，很多朋友讲罗叔这个 SAP K8S 应该是用来学习 K8S 的。那这里的小红帽虚机也一样是学习 K8S 的，你可以用这个环境好好学习。好，大家看，现在是 starting 啊，状态变了啊，变了，稍安勿躁啊，等它变绿啊。好，这个绿不要紧啊，那 running 就是要绿了它。好，点控制台啊，我们进控制台。Red Hat 还是一个比较老的操作系统啊，企业级的 Linux 的系统。好，我们稍安勿躁，它这个是构建在 AWS 上的。好，看见左上角用户名密码都有了，我们右边点击串行控制台，串行控制台就会出现一个再点击连接按钮。好，我们就出现了，不行再点一下。在美国啊，反应有点慢，这个没有办法，对吧？羊毛太少，那这个能用也行。敲2下回车啊，看见这个界面，其实有时候它在后台跑，其实敲2下回车就出现 login 界面了。好，点击用户名，用户名其实是 CentOS， 输入也行。好，让你输密码了，点击密码，粘贴一下回车，大概没点对啊。
我们看一下，再复制到粘贴板啊，重新来过。好 ，CentOS 对吧 ？CentOS 好，复制密码，点一下，敲回车。好，进来了啊，没有 root 权限对吧？我们速度一下，速，好。root 权限出来了啊，井号出来了啊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相应的一些配置，还有一些出口的网络 IP 地址，对吧？大家十分喜欢的啊。好，看一下它的版本，对吧？软件的版本号，系统的版本号，对吧？好。看到了啊，然后我们继续看 CPU 啊，什么几核的呀，对吧？这个都可以看得到的啊，几代的呀，跑的是什么指令集啊，对吧？好，系统有了啊。这个学习这个就已经没有问题了，学习 Linux 的同学跟学习 K8s 的其实都可以学啊。好，看一下 memory 啊，内存。好，这个都有 root 权限的啊，你想跑什么都可以自己去跑，但是注意在最小的限度下跑。不要又变成了误用啊！好，再来看一下 IP 地址啊，它有内网的 IP 地址，对吧？这个都无所谓啊，只要能有出口可以出去啊，对吧？怎么玩都可以啊，都讲了那么多期 SAP 了。好，看一下它的出口 IP。对吧？这就有了啊 ，3.43 结尾的啊，这就是它这台虚机的出口 IP 啊。